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为什么中老年女人扎发比披发更减龄，看对比就知道了。这4种扎发发型值得推荐，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不管是年轻的小姐姐，还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妈妈们，对头发造型的选择都会很纠结，尤其是到了中年后，好像眼睛眨一下，就感觉自己又老了1岁似的。明明涂抹了很多的护肤品，也无法掩盖岁月的痕迹。经常看咖啡屋节目的姐妹应该都知道，我是一向主张中年的姐妹们把头发剪短的。其实，女人的一生总是离不开发型焦虑，明明想要剪个短发换换心情，但又担心剪完后会显得老气横秋。还有些姐妹对长发有着一定的执念，让她把头发剪短不亚于割肉剜心。所以说，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扎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扎起来的头发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减龄帽，不仅能修饰脸型，还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精神饱满。为什么劝中老年女人多选扎发？这4组对比图告诉你答案。对比图1，披头散发显得很疲惫，扎发更加精神，显年轻。在忙碌的生活中，头发散乱地披着，难免会给人慵懒邋遢的感觉，但只要花几分钟时间将头发扎起来，精神气就完全不一样了。扎发能让发丝规整有型，整个人瞬间显得干练精神，眼神都变得更有神采了。对比图2，披头散发太散漫，扎发更加的大气优雅。随意披散的头发不仅显得邋遢，还会让人觉得散漫不端庄。把头发扎起来后，不管是参加重要场合还是日常逛街，都能凸显优雅气质。特别是在职场中，一个利落的发型能让你看起来更加专业可靠。对比图3，不合适的短发笨重又油腻，扎发更加清爽干净。剪短发虽然方便，但如果发型不够精致，反而会显得邋遢油腻。而扎发不仅能让头发远离面部，减少出油带来的困扰，还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利落，完全不用担心头发会影响精致感。对比图4，披头散发显脸大，扎发更显脸小。头发散着的时候，容易让脸部轮廓变得模糊，显得脸部更加宽大。但是当我们把头发扎起来，不仅能修饰脸型，还能凸显颈部线条，让整个人的轮廓更加立体精致，瞬间就能小1号。对比图5，个人形象的美观度，凌乱与整洁。发型作为女人的第2张脸，直接影响了我们个人形象的美观程度。绝大多数普通中年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质都会变得干枯毛躁，易断难打理等，再加上脱发导致的发量稀疏的问题，就会很影响我们的个人形象与气质。这个时候如果还将长发披散，不加以打理，头发就很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变得凌乱无形，看起来乱糟糟的，给人一种不整洁的感觉。而有效的扎发不仅能够帮助中老年女性解决掉发质问题带来的困扰，还能让我们整体形象瞬间变得整洁利落，精致有型。对比图6，精神状态的差异，局促与协调。此外，发型还能在视觉上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拿中年发福的女人们来说，微胖的中年女性如果在选择发型时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让脸部显得更加圆润，整体形象显得局促不安。比如过于贴头皮的发型或是过于冗长的发型等，都会让其面部轮廓更加突出，不利于营造轻盈感。而适当的扎发对我们而言，不仅能有效地拉长脸部线条，减轻脸部的厚重感，还能显脸小更气质，使整体形象更加协调和谐。2.
有这两个特征的人更适合扎发造型。特征一，面部下垂的中老年女性。随着年龄增长，面部难免会出现下垂的情况，这时候选择合适的扎发造型，不仅能让面部线条显得更加紧致，还能拉长脸部线条，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年轻有活力。而且扎发还能让颈部线条更加突出，减轻面部下垂带来的老态。特征二，头发自来卷或喜欢泡面头的女性。自来卷的发质往往不太好打理，披散着容易显得蓬乱，而将头发扎起来则能很好地控制发型，让头发看起来更加整齐有型。尤其是喜欢烫泡面头的姐妹们，扎发不仅能展现卷发的美感，还能避免头发太蓬而显得老气。但为什么别人扎发显得既精神又利落，同时还高级有气质，而你扎发却平平无奇，甚至大妈感十足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寻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你也好奇的话，就不妨接着往下看。3. 为什么别人扎发年轻时尚，你却显老气油腻？1. 正确扎发与错误扎发的效果图对比。扎发看似简单，实则却又不简单。如果你不追求扎发带来的美感与修饰作用，那么扎发对你而言不过是有手就会，可随随便便的扎发很可能会让你的形象一落千丈，不仅达不到减龄的效果，反而更显疲惫，加重年龄感和身上的大妈味儿。2. 中老年女性常见的3款大妈感扎发，显老显土还油腻，看看你是吗？一是中分贴头皮低马尾，这种发型很容易让人的脸部线条显得过于硬朗，特别是中分的设计会突出脸部的宽度，缺乏柔和感，还会给你带来一种木棱的呆滞感，并且对于发量少且头型不佳的中年女人来说，贴头皮的低马尾还会让整个头部看起来扁平，缺乏立体感，容易显得老气横秋。改进建议：中分发缝太显刻板且刮了，建议可以尝试侧分或斜分的低马尾，并在头顶部分增加一些蓬松度，使用发卷或吹风机打造出自然的弧度，使整体造型更加轻盈和年轻。2是大光明紧绷半高丸子头。大光明指的是完全露出额头的发型，对于额头不够饱满或过于饱满且发际线较高的女性来说，这种发型很容易暴露我们面部、发型等缺点。不仅如此，连明星都驾驭不了的紧绷的大光明，视觉给人的观感也不柔和好看，还会让头皮感受到拉扯与不适，同时缺乏自然感，显得过于刻意和造作。改进建议：可以利用胎毛刘海或碎发，自然垂于耳侧、额前等位置，以修饰额头和脸型。至于丸子头部分，可以扎得稍微松散一些，保持一定的蓬松度和空气感，这样既能保持清爽，又能避免紧绷感。3是老年式过度盘发，还有一些中老年人特别喜欢那种十分夸张的盘发造型，这种发型通常过于复杂，层次过多，因此显得浮夸和滑稽，与中老年女性的优雅气质大相径庭。虽然可以视觉增加发量，但过度盘发很容易让头发看起来过于紧绷和僵硬，缺乏自然流动的美感，且不符合头面部的自然和谐比例，看起来像个大头娃娃似的，毫无美感可言。改进建议：盘发不必夸张，像下图这种简单而优雅的鸡毛毽子头、辫子花苞头等就已经很好看了。这些发型不仅能够让我们保持头发整洁和优雅，又能展现出我们自然和随性的气质。4. 中年女人要学会正确扎发，才能达到减龄优雅的时尚效果。1. 要拒绝刻板与软塌，首先要避免传统老套的发型。中年女性应该避免选择那些过于传统且缺乏新意的发型，比如说上面我们提到的中分发型、大光明发型以及过度盘发等等。这些发型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来看，
都会显得刻板，缺乏活力。在扎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自然和随性，不要刻板与僵硬，更不要软塌贴头皮显油腻。最好利用一些小技巧，让发型更具有层次感和流动性，以增强美观性和时尚感。其次要保持蓬松度，无论是扎发还是散发，都要注意保持头发的蓬松度，因为头发蓬松不仅可以视觉增加发量，还可以让我们的头顶显得更加饱满且轻盈，形成头包脸的视觉效果，既有氛围感，又显脸小精致。日常来说，自己在家就可以利用吹风机、卷发棒等工具，在洗发后打造自然蓬松的效果，避免头发紧贴头皮，显得软塌无生气。二要利用好额前与耳边碎发。耳边碎发虽然分量不大，但在塑造整体发型的美感上的作用不容小觑，主要有以下2个作用。一、修饰脸型。虽然说大美女们是不需要任何头发修饰就能够美得惊艳的，但普通人还是需要额前和耳边的碎发来修饰脸型和发际线，以起到美化五官和脸型的作用的。尤其是对于额头较宽或发际线较高的女性，一定要适当留一些额前碎发，以平衡脸部比例。而对于脸型较圆或较方的女性，则可以利用耳边碎发来拉长脸部线条，增加柔和感。二、增加柔美感。还有一些中老年女人，可能会由于脂肪的流失，导致长相越老越凶，看着不够和善亲切，而适当的碎发修饰还能够为我们的面部以及整体气质增添一份柔美和自然感，使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温柔和平易近人。三是不要过度拉扯头皮，这样做首先可以保护头皮健康，在扎发时切忌过度拉扯头皮，以免造成头皮损伤和脱发问题。尽量选择一些蓬松又不伤头发的扎发方式，以减少对头皮的拉力。尤其是额前发，可以选在2指宽处，适当剪短留成8字刘海，挽于耳后两侧，保护发际线。其次，可以维持舒适感。扎发不仅仅要考虑美观和修饰性，更要注重舒适度。舒适的扎发方式不仅有利于头皮健康，还能减少脱发、掉发等问题的发生。尽量避免使用过于紧绷的发绳或发夹，以免给头皮造成不适，带来压迫感。四要选择适合的扎发高度。扎发高度的选择主要有2个维度，一是根据脸型选择，扎发高度也会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以及美貌的呈现。一般来说，每个人的脸型不同，适合的扎发高度也有所变化。例如，长脸型的女性适合选择稍高一些的扎发位置，以缩短脸部长度，而圆脸型的女性则可以选择稍低一些的扎发位置，以拉长脸部线条。二是考虑场合与风格。除了脸型因素外，我们还需要根据场合和风格来选择扎发高度。正式场合可以选择更高雅的扎发方式，如高马尾或盘发，而休闲场合则可以选择更随性的扎发方式，如低马尾或自然散落的侧扎卷发。五要找准自己的风格定位。每个人的气质和穿衣风格都不尽相同，扎发造型也要跟整体风格相呼应。喜欢简约风格的可以选择利落的马尾或丸子头，偏爱优雅气质的则可以尝试盘发配上复古的发饰。选对了风格，整个人的气质立马就能提升一个档次。六要善用配饰来点亮发型。一个精致的发型配上合适的配饰，能让整体造型更加出彩。比如在盘发的时候搭配一个精致的发夹或发簪，不仅能固定发型，还能增添几分优雅气质。选择带有珍珠或水钻装饰的发饰，更能让扎发造型显得精致高级。五，这4种扎发造型一定别错过。第一种，低丸子头，减龄又很慵懒。低丸子头是最适合中老年女性的扎发造型之一，它不仅容易上手，
还能让人瞬间年轻好几岁。关键是将头发松松地盘成一个圆形，不要扎得太紧，然后适当地拉出一些碎发点缀，这样的造型既能凸显颈部线条，又不会显得太过正式，非常适合日常生活。第二种，精致盘发，端庄又优雅。想要在正式场合展现优雅气质，精致的盘发绝对是不二之选。将头发盘起来，不仅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干练，还能突出脸部轮廓，搭配上一个精致的发簪，更能凸显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气质。这种造型特别适合参加重要场合或者商务活动。第三种，偏分高马尾，活力感十足。偏分高马尾是时尚活力的代名词，将头发扎起来，通过高高的马尾设计，使整个造型显得活力四溢，结合额头处的侧分刘海修饰颧骨，再去搭配上一款简约的耳环或者发饰，瞬间就能打造出时尚又年轻的形象。第四种，鲨鱼加扎发，打造随性感。需要偷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巧妙运用鲨鱼夹等发饰，将头发随意的夹起，打造出一种自然随性的感觉。这种发型无需过多的打理，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轻松完成，无论是短发还是长发，都能轻松驾驭这款发型，展现出你的随性自在的一面。女人终究会老，但不一定要显老。换个发型，调整好心态，就能让自己重拾年轻的自信。记住啦，扎发真的可以让你悄悄年轻好几岁。前几天和闺蜜姐妹淘，闺蜜阿文分享了她的故事。1个月前，阿文走进了理发店，准备修剪一下自己的头发。理发师注意到她的头发质地细软，便询问她平时是否经常掉发。阿文回答说，最近掉发情况还算可以，只是每年秋天会掉得比较厉害。理发师的话让他心中泛起了一丝不安，他忍不住问理发师是否看起来头发很少，甚至有点秃顶。理发师笑着安慰他说，秃顶倒不至于，只是发量稍显稀疏。尽管得到了安慰，理发师的话却像一根小刺一样刺痛了阿文的心，让他开始感到焦虑。接下来的几天，她总是不自觉地去摸自己的头发，感觉确实有些稀疏。她请自己的丈夫为她拍了一张后脑勺的照片，结果让她大吃一惊，后脑勺的发缝异常明显，这让她感到非常沮丧。阿文这才意识到自己也加入了脱发的行列。她之前一直以为脱发只是男性的烦恼，而且家里并没有脱发的遗传，所以从未真正担心过这个问题。但现在她感到非常紧迫，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那不多的头发了。阿文说完她的故事，一时激起千层浪，没想到另外几个姐妹也争先恐后地倾诉掉发的烦恼。头发作为人体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我们的形象增色，也是健康状况的晴雨表。然而步入中老年后，许多人都会遭遇掉发的困扰，尤其是在秋天，掉发情况更加严重。为此，我翻看了相关健康知识。头发的生长周期分为3个阶段：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在生长期，头发充满活力，这个阶段可以持续好几年，头发也在不断的生长。随后退行期到来，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头发停止生长，毛囊开始慢慢缩小。最后是休止期，这个阶段头发会脱落，为新的头发生长腾出空间。掉发的原因多种多样，饮食习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身体缺乏必要的营养，尤其是蛋白质、铁、锌和维生素 B 群等关键营养素，头发的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陈代谢可能会减慢，荷尔蒙水平也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头发产生影响。此外，秋季特有的干燥气候和慢性疾病的复发，
都可能成为掉发问题的诱因。我们可以通过饮食以及其他一些措施来改善掉发的情况。饮食调整是护发的关键。一、海洋的馈赠，深海鱼类的护发奇效。在深邃的海洋中，鱼类如三文鱼等，它们的肉质不仅美味，还蕴含着丰富的营养。这些深海鱼类是 Omega-3 脂肪酸和优质蛋白质的宝库，它们能够深入滋养我们的头发，让每一根发丝都充满活力。特别是 Omega-3 脂肪酸，它还具有抗炎的神奇力量，有助于改善头皮的环境，为头发生长提供一个健康的摇篮。二、蛋类的全面营养支持。鸡蛋藏着头发所需的多种营养素，它富含优质蛋白质和生物素，也就是维生素 B7， 对头发的生长和强度维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天适量食用鸡蛋，就能为头发提供全面的营养支持，让它更加健康强韧。三、绿叶蔬菜，铁与维生素的双重保障。菠菜等绿叶蔬菜不仅颜色鲜绿，还含有丰富的铁质、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铁质是将氧气输送到毛囊的使者，而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则帮助头皮分泌天然油脂，保持头发的湿润和光泽，让秀发看起来更加亮丽。四、坚果的力量，维生素 E 与锌的完美结合。核桃、杏仁等坚果是维生素 E、锌和必需脂肪酸的丰富来源，这些营养素能够促进头皮血液循环，刺激毛囊生长，为头发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让头发更加浓密有活力。五、甘薯、贝塔、胡萝卜素的转化奇迹。甘薯这个看似普通的根茎类食物，其实蕴含着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这种物质在我们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能够促进皮脂腺分泌，保持头皮和头发的健康状态，有效预防秋季干燥引起的掉发。六、牛肉，铁锌双补，强健发根。牛肉是铁和锌的优质来源，锌是一种重要的矿物质，对头发的修复和生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适量摄入牛肉，能够为发根提供坚实的营养基础，让发根更加强健。七、蓝莓，抗氧化，延缓头发衰老。蓝莓富含抗氧化物质，这些抗氧化物质能够保护毛囊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延缓头发的衰老过程。将蓝莓纳入日常饮食，有助于保持头发的年轻态，让秀发看起来更加有活力。除了上述的护发方法外，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额外的措施来呵护我们的秀发。首先，洗发时记得用温水，这样可以避免高温对头发造成的伤害。挑选洗发水时，一定要选择适合你头皮类型的，这样可以避免过度清洁，让头皮保持自然平衡。在吹干头发时，尽量让头发自然风干。如果需要用吹风机，记得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免高温损伤发丝。尽量减少化学处理的次数，比如染发和烫发，这样可以降低对头发的伤害。头皮按摩是个不错的选择，轻柔的按摩头皮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为毛囊提供充足的营养，保证每天有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这样有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同时也能让头发更加健康。学会管理压力，通过冥想、瑜伽等方法来缓解压力，因为长期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头发脱落。定期修剪发尾，这样可以防止头发分叉，保持头发的健康状态。选择发型时，尽量避免过于紧绷的发型，以免造成牵引性脱发。使用丝绸枕套，可以减少头发在睡眠时的摩擦，从而降低断发和分叉的风险。最后，如果需要，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对头发有益的营养补充剂，这样可以为头发提供额外的呵护。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